是女儿。女儿与临淄王殿下有了私情，引起了薛氏忌惮，才惹出这诸多是非的。夫人，不可呀！你从小我是怎么教你的？你怎么如此糊涂，做出这种有辱门楣的事情来？哎呀，夫人呐，有话你好好的问，不要动手打他嘛！啊，母亲，我与殿下始于情，止于礼，绝未做出任何逾越之事，请母亲相信我。哎呀，是了是了，夫人啊，自家的孩子养到这么大了，慧丫头的品性你还不了解吗？啊，好，你现在主动来承认，我姑且不罚你，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，退出选妃，从此再也不见临淄王，免得搅进那些是非里。起来，慧儿，你一直在母亲身边，从小就是乖巧听话，从不违逆。这一次，便也听母亲的话吧。母亲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，我不会害你的。临淄王爷闯御书房的事情，你知道了吧？他为了你违逆太后，冲撞圣驾，你该明白他的心意。他的心意，我一直都知道，我也一直都相信。那你在害怕什么？薛家，你该明白，余恶躲不是办法，这也不是一时一刻，而是你一生的姻缘。那你觉得，我应该坚持吗？不是我觉得。程雪慧，你压抑了10多年，也是时候该问问你自己的心，到底想要什么？事在人为，若没试过，又怎知道不可以？只要你愿意参选，愿意踏出这一步，余下的路，自由我来走，好吗？请恕女儿不孝。女儿从小到大什么都听您的，但这一次，我想跟着我自己的心走，就这一次。你说什么？被知识顶撞了夫人，之后他便自己罚了自己，一直在祠堂里跪着。不过他也没答应夫人放弃选妃，真没想到，大姑娘还有这么执着强硬的一天呢。或许这才是那里真正的她。这样也好，至少她终于想明白自己要什么了。听说夫人这次连老爷的气都生了，都不让老爷进屋了。这也难怪夫人，这次的事听上去确实惊险。不过听说多亏了张大人和谢少师相助，才能平安无事呢。这天一亮啊，选妃之日便到了。看来咱们慧姐儿是铁了心了。常言道，女大不由娘啊，自古以来都是这样，也不仅是她一个人如此啊。还不都是因为你，把他们给惯的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们一直都是独善其身的，你这次怎么会敢跟薛氏硬碰硬啊？是，夫人，是我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不过夫人呐，这女儿们都长大了，她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咱们堵是堵不住的。啊，就像这月亮，它的阴晴圆缺自有定数，我们是改变不了的。
母亲，姑娘，走吧，别误了入宫的时辰。太后娘娘，要说江家那大姑娘啊，端庄大方，那学识和人品也是极佳的。殿下要是选了她，绝对称心如意。再说了，您和圣上不也亲近了吗？快回去坐吧。是。皇后娘娘到。见过太后娘娘。他怎么来了？回母后，这是圣上的意思。哼，看看哀家的好儿子，好侄女儿啊！薛姑娘当真做了贤妃了，看来传言不假呀。今日这事儿与我没什么关系，我就来走个过场。我早晨出门的时候算了一卦，今日的时辰不太吉利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倒霉蛋当选。临淄王到。殿下今日就要抱得美人归了，为何还闷闷不乐？殿下选中心仪之人，只需将代表正妃之位的牡丹赠予便可。至于侧妃，则赠予乐器。那个江雪慧牵扯风波太多，绝不能给她正妃之位。明日只能给她个侧妃，这是哀家做的最大让步。母后，若不能娶江雪慧为正妃，那儿臣宁愿一生不娶。你个混账东西！哎，母后息怒，胡闹！你要知道，你是临淄王，没有任性妄为的权利。母后愿意让江家女进你府中，这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母后，江雪慧究竟是哪点不好？您为何对她如此大的恶意？她错就错在，居然能够让你忤逆哀家。你是哀家几个孩子中最为听话的，却为了一个女人牵扯出这么多事端来，你让哀家作何感想啊？哼！既然不愿意选妃，你就在这儿跪着吧。母后因为薛贤妃的事，已是气得厉害。二弟啊，在你成婚之后就要分府令主的正妃、侧妃，有那么重要吗？来，你真的以为朕想纳薛叔，你拒了薛氏女为妃，薛家颜面扫地，定国公心生怨愤。薛家掌握着兴武卫多年，纵然被揪住了几桩旧案的把柄，但也没有查到什么实证。况且薛家在朝中势力盘根错节，轻易撼动不得。朕纳薛叔，既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平衡朝堂势力。是我给皇兄添麻烦了。二弟啊，你要明白，今日母后给的是宫花，可若你执意选江雪慧做正妃，那赐下的便会是毒酒了。
对不起。事在人为，都没试过，又怎知道不可以？只要你愿意参选，愿意踏出这一步，余下的路自由我来走，好吗？张大姑娘，这是要拒绝赐婚吗？你可要想仔细了。江姑娘，谢灵尊王殿下恩赦。姐儿，正妃还没选呢。我早知今日出门时辰不对，果然到了谢梅了。大姑娘真惨，侧妃说的好听，其实就是妾。正妃用牡丹，她却只能用月季，处处都得低一头，想想就心疼。走吧。很早以前，我就在白果寺给婉娘封了盏灯。当我即将嫁入王府，怕不能适时而出了，为免她孤苦，我特求了父亲母亲，将此灯接回。我做了这么多努力，最后却换来这个结果。现在你应该开心了吧？以往我的确是嫉妒你、憎恶你的。你用了我的身份，占了我的亲情，享了我的富贵，可我却偏偏什么都不如你。我处事笨拙，易躁易怒，越想做好却越做不好，反而叫旁人看清。可最近一段日子，我发现我娘待你好，却也处处约束着你。满京城的大家闺秀，人比人，倒叫人不敢犯错。我便想，若是我想那荣华富贵，占那亲情身份，却要过这样无趣的生活，做如此凉薄之人，我只怕心不甘，情不愿。难道你在那乡野间就能心甘情愿吗？你想不想知道婉娘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其实你一点都不像她。自我记事起，她就是一个很有脾气的人。那时候我们住在乡间，因为是被府里赶出来的，所以有很多人欺负我们，说一些风言风语。我很害怕，可他都会从屋里走出去，笑着一句一句骂回去。也是跟他废话了呀！哎呀，你就走，完全是白来的人。什么人？走，我们穿越规矩。走。
你敢信吗？即使在那样的穷山恶水里，他依然每天都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就算是用最劣质的脂粉。他识文断字，教我读书，教我算账，还告诉我人要有自己的傲气。那时，婉娘是我所能见到的最不一样、最漂亮，也是最厉害的女人。可她看我的眼神有时却很出离，仿佛是在透过我看着另一个人。真漂亮。府里的人不让你回京城没有关系，总有一天我会带你回去，给你买最好的胭脂和衣裳，让别人再也不敢欺负我们。你要想回京城，你一个人滚回去好了。直到后来，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回想着以往的一切，才明白他为什么喜怒无常，又为什么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。他不想回京城，或许是在害怕，怕回了京，真相一旦暴露，我会不要他，更怕误了你这亲生女儿的大好前程。婉娘临去前拉着我的手，让我一定要把这只镯子给你。她走的时候，我死死攥着这只镯子，哭了2天3宿。等我到了京城见到你，我便想，就算我死了，这只镯子我也不会给你。若我是你，或许我也会如此吧。他不算对得起我，可我却对得起他。他的遗愿我兑现了，该还给你的我全都还给你。路你既然已经选了，那便好好的走下去。侧妃又如何？还能比你我这互换身份的处境更艰难吗？